2026年7月，一张卫星云图在中文网络上疯传，转发的人讲的都是同一个画面。左下角那一团云系松散，悬臂拖得又长又细，像一把被风吹开的扫帚。右上角那一团眼墙结结实实，中心那个黑洞洞的台风眼圆得像用圆规画出来的。两团云不是各走各的，它们的悬臂在中间那片海上咬住了。左边那团的外围云带往右上勾，右边那团的外围云带往左下卷，二条弧线在正中央交错，把整片西太平洋切成一深一浅的两半。深的那半是密实的对流云，白的刺眼；浅的那半是被抽干水汽的下沉区，蓝的发黑。最要命的是二个台风眼的位置，一个坐在白区的正中间，一个坐在蓝区的正中间。白里有黑点，黑里有白点。看到那张图的人，大部分脑子里会自动蹦出一个图案：阴阳鱼、太极。再讲细一点，两团云的交界不是一条直线，是一条 S 型的曲线。它从那张图的左上角起笔往下弯，绕过右边那个大家伙的外围，再往左下收尾。这条 S 线不是谁画上去的，是两股气流互相顶住之后自己挤出来的边界，而且这条线是活的。有人把相隔6个小时的2张图摆在一起看， S 线会慢慢往一边滑，像有人拿手指顺着它一格一格的推。这些画面我们用示意方式还原。转发这张图的人用的最多的2个字是结界，说是天要在中国的东南方向上亲手画一道门。我们先把话说在前头，这张图在2026年7月中旬开始在中文网络上流传，配的说明一次比一次大声，从巧合真妙一路升级到结界启动。原始出处到今天都没人指认出来是哪一颗卫星，哪一天几点几分的，哪一个通道，全都是空的。这些都属于网传，未经证实。但奇怪的地方在于，就算把这张图整张抽掉，2026年7月的中国照样是一个被水泡透的月份，609条河流超警戒，25次编号洪水。这2个数字不是网传，是水利部自己通报的。所以这一集我们要拆的不是太极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种2选1，我们要拆的是另一件事，要多少个巧合叠在一起才算不是巧合。这个问题我们暂且叫它门槛，整片影片我们会反复回到它。门槛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不像真假题有标准答案，它是一条会移动的线。同一件事，有人一个巧合就过门槛，有人堆到10个还是不过。而大部分的争吵其实都不是在吵事实，是在吵各自的门槛该摆在哪儿。所以我们今天不投票，我们的做法是把每一块证据摊开来，标上它是硬的还是软的，能追溯的还是不能追溯的。摊完之后，门槛摆在哪里，各自决定。先把那张图搁一边，我们把2026年7月的真实气象事件按时间排一遍。因为要谈巧合，得先知道现实长什么样。先讲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大背景。2026年的太平洋台风季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年，到7月中旬为止，已经生成了11个有名字的台风，是1976年以来活跃度数1数2的年份。而且这是2015年以来第一次，前7个月每一个月都至少生成一个命名热带气旋，一个月都没空过。这件事在气候记录上就不是常态。7月1日，西北太平洋生成第10号台风美沙克，这家伙个子不大，官方记录最强也就强烈热带风暴等级，最大风速每小时95公里。他走的是南线，一头钻进南海。他的个子小，但他是整场戏的开场鼓，我们后面就叫他开场鼓。7月上旬，开场鼓扫过海南陵水一带，接着绕进北部湾。7月5日，在广西东兴2次登陆。他自己的风不算大，可他拖着的水汽像一条扯不断的湿毛巾，直接搭在两广的头上。宾阳24小时降雨量 713.3 毫米，衡州石塘镇565毫米。这是什么概念？很多内陆城市一整年也就这个量的2倍出头，一天下完。7月6日上午，南宁衡州的六兰水库坝体漫顶溃口，坝身裂出2处缺口，宽度各约50米，洪水直接冲进下游村庄。同一天，附近的云表水库也出现险情。到7月6日当天，水库下游约 5.5 万人受影响， 4.8 万人已经转移。到7月8日，这场灾的影响面
扩大到 37.5 万人，光是这一起就有至少6人死亡，11人失踪。有一个细节后来被翻出来反复讨论，泄洪闸在7月6日凌晨6时就全开了，但下游有居民说他们是8时左右才接到撤离通知，中间那2个小时成了整件事情最刺人的部分。我们把时间轴再往后推，截至7月9日，这一轮南方水灾的全国统计是50人死亡，10人失踪，331人受伤，广西一省就占了39死9失踪。而开场谷在7月7日就已经消散了，他自己走了，水流了下来。事后统计，跟开场谷这一波相关的经济损失超过 3.36 亿美元，死亡人数的量级也在50人上下。一个从头到尾没到过台风等级的系统做到这种程度，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记一笔。真正杀人的往往不是风速，是停留时间和累积雨量。强度表上的数字漂亮，不代表灾情就漂亮。7月7日，中国最高层对防汛工作发出指示。7月的第1周还没过完，这一年的汛情就已经被拉到了最高规格的关注层级。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就在开场谷还在南海折腾的同时，东边的海面上另一个东西已经涨起来了。6月30日，第9号台风巴威生成，它跟开场谷的生成时间只差1天多，两者同时存在于西太平洋的那几天，就是后来所有双台夹击说法的现实基础。巴威的体型跟开场谷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们就叫它大块头。7月5日到6日，大块头达到巅峰，中心最低气压910百帕，联合台风警报中心评定的最大风速155节，换算下来每小时287公里。有记录提到它的环流直径接近1000公里，暴风半径一度达到350公里，是近20多年来被发布警报的台风里数1数2的大。所以那几天的实际格局是这样的：南边一个矮胖的开场谷在南海灌水，东边一个巨大的大块头在太平洋上蓄力，中间夹着整条华南海岸线。这就是双台夹击4个字的来源，它不是修辞，是那几天真实的地图形状。大块头最后怎么走的？7月11日晚上11时20分，登陆浙江玉环市坎门；7月12日凌晨0时，再登陆温州乐清市清江镇。这还没完，他一路北上，7月14日晚上7时20分，第3次登陆，地点在朝鲜半岛。一个台风3次登陆，横跨浙江、山东到朝鲜，这种走法本身就不常见。疏散数字更夸张，浙江转移221万人，福建超过18万，上海 3.4 万，合计约200万人量级的大撤离。这是中国1周之内第2个登陆的台风，代价是23人死亡，163人受伤，14人失踪，整体经济损失至少 1.408 亿美元。光是浙江玉环一个县级市直接损失就报了 8.4 亿人民币。而7月还没完，7月13日到14日又冒出一个热带风暴海神，来得快去得也快，2天就收场。7月22日，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强度到台风级，风速每小时140公里。红霞这一个走得特别刁钻，它走出了一条比所有电脑模式、比所有官方预报都更偏西的路线，直接压在珠江口以东的海面上。香港天文台因此挂出9号风球，这是连续第2年挂到9号。7月24日，红霞先登陆菲律宾卡加延省的甘米银岛。7月26日，2次登陆广东惠州惠东县。7月27日，它在湖南境内减弱成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当天下午2时停止编号。而红霞刚停编，同一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了。这一个后来也冲到了猛烈台风等级，风速每小时205公里，一个走一个来，中间没有留白。整个7月，西太平洋上几乎没有一天是干净的。好，现实部分交代完了，现在我们回到那张图。网传说法的核心是这样的：当开场谷和大块头同时挂在图上，一南一东，一小一大，一个逆时针，一个也逆时针，2条悬臂在中间交错，整张图就自动排成了太极。这个说法在7月中旬到7月下旬之间传得最凶，传播路径大致是短影音平台先出图，然后被搬到论坛，再被截图搬进通讯软体群组，配的文字从“这也太巧”
变成天象示警，最后变成结界。我们必须说清楚一件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气象机构发布过太极云图这样的说法，也没有人拿得出那张图的原始档案来源。它在传播过程中被裁切、被调色、被加滤镜的痕迹很明显。追一张图的出处，其实有固定的做法。气象卫星的图是有身份证的，哪一颗星、哪一个通道、哪一天的世界时几点几分，全都要对得上。中国这边的风云4号 B 星，日本的向日葵，美国的极轨卫星，每一家的色阶和投影都不一样，内行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源。太极照没有这些东西，它流传的版本里，有的把颜色调得极蓝，有的加了黑边，有的干脆把两团云之间的部分描粗。这些动作不见得是恶意的，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让截图在小荧幕上看起来更清楚，但只要动过一次，它就不再是一张证据了，它变成一张插图。另外还有一个更常见的情况要提醒，同一张图会被重复使用。前几年某次双台的云图，过几年再拿出来配上新的文字，一样有人信。这种旧图新配的操作，在每一次天灾之后都会出现一轮，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中性的名字，就叫它太极照。往下我们一律用这个叫法，提醒自己它的身份还没定。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只是又一次网络造神的时候，事情往另一个方向拐了。因为气象学界对2个气旋互相咬合成阴阳形状这件事，早就有一整套解释，而且这套解释不但没有否认那个形状，它还预测得出那个形状。这个东西叫藤原效应，它的来历很老。日本气象学家藤原孝平在1921年到1931年之间做了一系列水工实验，把2个水漩涡放在一起，观察它们怎么互相影响。结论是2个涡旋会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互相旋转，搬到大气里就是这样。当2个热带气旋靠得够近，通常在1000到1200公里以内，它们会被彼此的气流场拉住，开始互绕。在北半球，这个互绕方向是逆时针，强的那一个会主导弱的那一个的路径。如果距离再缩短到800公里左右，结局只有2种，要么合并，要么被撕开分离。我们给这个现象取个外号，叫双人舞，因为它的本质就是2个舞者手拉着手绕圈。双人舞的可怕之处不在形状，在后果。2个气旋一旦开始互绕，路径预报就会变得非常难做。原本该往西北走的，可能突然往南折；原本要离开的，可能绕一圈又回来。滞留和打转是最麻烦的。一个台风如果在同一片区域转圈，等于把同一块地连续浇好几天，累积雨量不是加倍，是翻好几倍。台湾早年几次死伤惨重的水灾，成因里都有这一项。还有一种更间接的，2个气旋之间会出现一条共同的水汽输送带，就算主体没有登陆，那条带子照样可以把海上的水一路送进内陆山区。2026年7月，华南那一波本质上就是这个机制。开场股自己的强度只有强烈热带风暴，却能让宾阳单日下到 713.3 毫米，靠的不是它的风，是它背后那条输送带。现在关键来了，当2个气旋在跳双人舞的时候，从卫星的角度往下拍，会看到什么？会看到2条互相缠绕的螺旋臂，中间各自带一个旋转中心，一条往这边卷，一条往那边卷，两者在中间交汇。这个形状跟太极图的结构是同一件事。太极图由2个颜色相反的弧形半圆组成，俗称阴阳鱼。据传可以上溯到宋代的陈抟，他画的就是2个互相缠绕的旋转体。所以真相可能非常扫兴，不是云图在模仿太极，而是太极本来就是在画漩涡。古人画的是水漩涡，是风，是他们能观察到的自然界最普遍的一种运动形式。卫星拍到的也是同一种运动形式，两者长得像，是因为他们画的是同一件事。你信哪一个？是异象降临，还是1000年前的人跟现代卫星刚好观察到同一种流体结构？换成是我们自己看，第2个解释的说服力明显高一截，因为它不需要任何额外假设就能把形状解释完。而且双人舞在历史上出现过非常多次，每一次2个台风靠近，网络上就会有人截图说像太极。这不是2026年才有的事，是每隔1-2年就会重演一次的老戏码。这一点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
再往下拆一层，人脑看到云，看到火焰，看到墙上的水渍，会自动去找熟悉的图形。这个机制心理学上叫空想性错视，它不是毛病，是演化留下来的省电模式。在草丛里认出老虎的轮廓，比认错100次要划算得多。问题是，这个机制没有刹车，它会在插头上看到脸，在月球上看到兔子，在云图上看到太极，而且它的命中率高得惊人，只要图里有2个相反方向的弧，人就会补完剩下的部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叫筛选偏差。每一年，每一次双台同框，卫星每10分钟就出一张图，一天就是100多张。一个台风季，几千张图里面挑出最像太极的那一张，难度是0，没有人会转发今天这张不太像的那一张，所以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被筛过的那一张。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手上有几千张图，挑出一张像太极的，这件事的几率是多少？想都不用想，接近100%。这不是巧合，这是统计必然。所以理性拆解到这里，结论很清楚，光凭一张形状像太极的云图，什么都证明不了。形状相似是气象学可以完全解释的常见结构，加上人脑的补图本能，再加上几千张候选图的筛选，3个因素叠起来，意象的部分就不剩多少了。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因为如果太极照真的只是一次视觉巧合，那么它挂上去的那段时间，底下发生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是普通的。可2026年7月，中国的水情数字一点都不普通。这里要先讲一个时间点的巧合，说完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太舒服。太极照传的最凶的那几天，正好卡在7月中旬，而7月16日就是水利部把那组数字端出来的日子，也是7下8上关键期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一张图传到最高点，跟一份通报发出来，刚好撞在同一周。这种撞法在传播学上有个很无聊的解释，不是图预告了通报，而是那几天所有跟水有关的东西都在被大量搜寻，两者共用了同一波注意力。但我们也承认，当时看到这个时间点，第一反应确实会停一下。7月16日，水利部通报了一组数字，入汛以来，全国主要江河一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609这个数字比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往下还有更硬的，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我们把609条河流超警这件事往下就简称609，因为它会反复出现。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这7个字要特别拆一下，它的意思是从有水文站开始记录的那一天算起，到2026年为止，这条河从来没有这么高过。14条河同时破自己的历史记录，这不是雨下的比较大，这是尺度换了。而且609只是一个累计值，过程中的阶段性数字同样密集。有通报说全国6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也有时间点是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4.71 米，另一个时点又回落到15条维持超警，数字在涨落，但没有一天是0。超警 4.71 米是什么概念？把一栋1层半的房子整个沉进去还有剩。编号洪水这4个字也得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个代号，不是。一条河要被编号，代表它的干流控制站水位已经到了国家规定的门槛，从那一刻起，调度权往上收，上下游的水库、堤防、撤离方案要按同一套指令走。25次编号洪水，意思是2026年入汛以来，这套最高级别的调度机制被启动了25次，这不是25场雨，是25次全流域级别的紧急状态。再看609这个数字的另一面，全国有水文监测的河流数量是有限的，609条同时或先后越过警戒线，代表的不是某一个流域出事，而是南北同步。我们平常听到的水灾通常是某某流域今年不好过，2026年不是这样。2026年是南边在溃坝的同时，北边在发红色预警，东北在编第1号洪水，3个方向一起来。同一份预测还说了一句话，值得记下来：2026年防汛关键期，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注意，
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这一句。大块头7月14日打到朝鲜半岛，一路把水汽灌进东北，正好把这句话兑现了。7月14日下午4时，国家防总把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到3级，松花江吉林段出现2026年第1号洪水。7月17日上午9时，牡丹江水位涨到警戒水位 235.00 米，正式编为牡丹江2026年第1号洪水。当地5个水文站超历史水位，4个超警戒，1个超保证。宁安市为了保住核心城区，硬是在短时间内堆出一条子堤，长约3公里，高 1.3 米，宽 1.5 米。有报道提到，一座水库拦下了每秒16200立方米的洪峰。每秒16200立方米，我们把它换算成生活里的东西，大约每1秒钟6个半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被一座坝挡在了门外。华北那边也没闲着。7月9日，北京的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5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200毫米以上。7月10日，红色预警的区数升到7个。有报道统计，当时拉响红色预警的区域面积达到7300平方公里。水利部针对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河北同期也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7月16日开始，中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也就是7月16日到8月15日这1个月。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期是，北京、天津、河北大部降水偏多2到5成，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7下8上这个词指的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主雨带北推到华北，华北雨季正式开始。这是防汛体系里压力最大的1个月，所有的人力物力都会往这段时间堆。问题是2026年有一件事很不对劲，关键期的雨在关键期还没开始之前就来了。7月9日和7月10日的北京红色预警比7月16日整整提早了1周。当时就有讨论在问，今年的7下8上是不是提前了？这个问题听起来像学术争论，实际上很现实。防汛的排班、物资的到位时间、队伍的轮换，全都是照着日历定的。雨提早1周，等于整套节奏被打乱一次。所以把7月整个摊开来看，是这样一条线：南边开场谷灌水溃坝，中间大块头3次登陆，200万人撤离；北边红色预警7300平方公里，东北2条大江同时编号。1个月从南到北全被水串起来。609不是一个孤立的统计，它是这条线的总账。现在我们回到那个门槛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上有2件事。第一件，一张形状像太极的云图，出处不明，但形状本身可以被藤原效应完整解释。第二件，一整个月的极端水情，数字全部来自官方通报。单独看第一件是巧合，单独看第二件是灾情，把2件摆在一起，门槛还没到。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的时候，第3样东西被翻了出来。有人去翻了2026年的老黄历。2026年是丙午年，传统农书《地母经》对每一个干支年都有一段固定的批语。丙午年那一段的开头4个字是太岁丙午年，春夏多洪水。接下来几句是鲁卫多疫灾，谷熟易江东，种植宜高地，低原遭水冲。种植宜高地，低原遭水冲，低洼地会被水冲。这句话写在一本农书里，用意本来是教人怎么选田。这段文字在2026年3月就已经在中文网络上被拿出来讨论了，也就是说，它是在7月的水灾发生之前4个月被指出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不是事后才被翻出来配合结果的。还有一句更狠的，低原遭水冲，低洼的水源地会被冲，而2026年7月被冲掉的六兰水库下游村庄位置正好就在低处。同一时期还有七龙治水的说法在流传，这是春牛图那一套推算。2026丙午年被推成七龙治水，四牛耕田。传统解读很反直觉，龙多不是好事，
龙太多反而互相推诿，雨量分布不均，结果是旱涝交替，忽淹忽旱。还有一个说法叫五人分饼，讲的是收成的分配。这一整套东西的逻辑是把年份的干支换算成一组数字，再对应到固定的批语上。它跟星座运势的结构其实是同一类。也有命理圈的说法，把2026年对应到黄极经世的天火同人卦，上卦是干，下卦是离，火往上烧撞天，解成照亮天下，同时冲击既有秩序。这一句怎么解读都可以，这也正是它的问题所在。另外要补一个现实面的对照，2026年3月前后，重庆、武汉等地的水利部门确实对外提过，该年防汛形势严峻。那是水文部门根据气候预测做的判断，跟古籍是两回事，只是时间点刚好撞在一起。这些都属于预言圈流传的解读，我们不替它背书，但我们必须诚实地讲出反方最强的那一句话。地母经的60甲子批语里提到水灾的年份不止丙午一年，60个年份转一轮，写多洪水防水患的年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农书的本质，它必须把所有可能的年景都覆盖一遍，才能当工具书用。换句话说，你随便抽一年，抽到有水的几率本来就不低，这是预测学里最典型的巴纳姆效应，说得够广就一定会中。那么问题来了，抽到有水不稀奇，但抽到有水，而且当年真的出了609条河超警，14条河破历史记录，这算不算加分？我们的看法是算，但加的不多，因为中国幅员这么大，任何一年都会有河流超警，真正该比较的是量级，不是有无。而609比近5年均值偏多 35%， 14条破历史记录，这个量级确实不是常态，门槛往前推了一格，但还没到。顺带一提，古籍那一句话真正被大量转发，是在7月6日六兰水库溃口的画面传开之后，在那之前，它只是3月的一则冷门讨论。同一段文字，2个月里的温度差了几百倍，而文字本身一个字都没改过。然后是第4样东西，预言圈。2026年上半年确实有几个名字提前把矛头指向了水。泰国那边的普莱在2026年上半年就放话说，下半年会有一场比前一年更严重的大水灾，范围从北部一路蔓延到中部，南部也逃不掉。他还加了一个更具体的东西，伴随水患而来的是与水有关的新型传染病，主要靠老鼠和蚊虫当媒介。他的战绩我们先前对过账，不赘述。他另外讲过一个词叫水火并行，同一段时间里，一个区域淹水，另一个区域烧火。这句话在2026年的夏天被很多人拿出来对照。不过我们也得替反方说一句公道话，泰国本来就是每年雨季固定会淹的国家，预言泰国下半年有水灾，难度接近预言冬天会冷。真正有讯息量的是后半句，范围从北部一路到中部，连南部也淹。这个是有可证伪性的，因为它可以不成立，而且它点名的是泰国，不是中国。把泰国的水灾预言拿来套2026年7月的中国水情，中间隔了一整个中南半岛，这一步跨得太大，我们不能算它中。这就是预言圈最常见的一种误读，把有讲到水当成讲中了这场水，中间差了地点、时间、量级3道关卡，任何一道没过就不能记成命中。我们的原则一向是这样，预言要记账就得整本记，哪一句对了，哪一句没对，哪一句根本模糊到没法判定，3栏都要填，只填第1栏的那不叫记账，那叫剪辑。另外还有地母经那句鲁卫多疫灾，鲁是山东一带，卫大致是河南河北一带，疫灾跟水灾被写在同一段里，这个组合跟水患之后跟着水媒传染病的说法方向是重叠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地说，以上都是预言圈流传的说法，关于疫病的部分完全未经证实，我们不做任何事实断言。而盲眼龙婆那一套2026年的天灾警讯，因为版本太多，来源太杂，我们这次直接跳过不谈，原则是一样的，来源说不清楚的不进我们的证据链。所以现在门槛上有4样东西，一张出处不明但形状成立的太极照，1个月的极端水情，一本农书提前4个月写下的春夏多洪水，
还有预言圈提前点明的水。4个，够吗？想都不用想，还不够。我们把这4样东西一个一个过磅。第1样，太极罩，来源不明，形状可被藤原效应解释，且每一次双台都可能出现类似结构，这样的重量我们给0，它连进入天平的资格都还没拿到。第2样，2026年7月的水情，609条河超警，25次编号洪水，97条中小河流超保证水位，14条破历史记录。这一样的重量是满的，但它是已发生的事实，不是被预言的事实，它只能当被验证的那一端，不能同时当证据。第3样，地母经，丙午年那5个字，时间戳是硬的，内容是软的，半硬半软。第4样，预言圈的水灾说法，地点对不上，时间范围太宽，量级没有讲，这一样的重量我们给接近0，一个0，一个满，一个半，一个接近0，加起来离不是巧合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那要怎样才算过门槛？我们把标准摊开来讲，这样以后每一集都可以照着同一把尺量。第1，时间戳可验证，话必须在事情发生之前被公开留下，而且留下的地方要是别人改不动的。第2，内容要具体到可以被推翻，要有地点，有时间窗，有量级，3样缺一不可。第3，分母要公开，同一个人讲过的所有预测都要一起摊，不能只挑重的那几条。太极罩第1条就过不了，因为连是哪一天的图都说不清楚。地母经过了第1条，卡在第2条，预言圈那边过了第1条的一部分，第2条和第3条都没过。3条全过的2026年7月这一轮，我们一个都没找到。这不是在替谁结案，这是在说现有的证据还撑不起那个结论。哪一天真出现一份3条全过的东西，我们会第一时间拿出来讲。原因很简单，这4样东西的解析度差太多了。609 25次编号洪水，14条河破记录，这些是可验证、可追溯、有机构挂名的硬数据，而太极罩没有出处，地母经的批语模糊到可以套进很多年份，预言圈的说法则是事后才被剪裁对齐的。把一个解析度极高的东西跟3个解析度极低的东西放在一起，看起来会像是互相印证，实际上只是模糊的那3个被清楚的那一个带着走。这是我们在这个频道反复讲的一件事，巧合的门槛不在数量，在解析度。4个模糊的巧合加起来还是模糊，一个清楚的预测胜过10个事后对得上的暗示。我们换个方式讲，假设现在有人在2025年年底写下一句话，2026年7月中国会有超过600条河流超警戒，其中会有超过10条刷新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而同一个月里会有一个台风在浙江玉环登陆之后北上，打到朝鲜半岛。如果真有这样一张纸，而且时间戳可以验证，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不是拆解，是道歉，因为那个解析度已经高到没有别的解释方式了。但没有这张纸，我们手上有的是春夏多洪水5个字，是下半年会有大水一句话，是一张没有出处的图。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如果有人拿一句明年春夏会下很多雨来要你相信他能预知未来，你会不会信？当然不会，因为那句话你自己也讲得出来，而且不用花1秒钟思考。真正的门槛在哪里？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数，它在具体到你不可能猜中的那个位置。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地母经那一句太岁丙午年春夏多洪水有一个特征是其他3样没有的，它的时间戳是硬的。那句话不是2026年写的，它是干支历固定绑死的批语，60年一轮，写在丙午的位置上，任何人都可以在2025年，在2020年，在更早以前查到它，它没有办法被事后修改。一个无法被事后修改的文本，提前指向了春夏和洪水2个关键词，而2026年的春夏，中国出现了609条河超警，这一格我们得诚实的承认，它比我们原本想的重。但重到哪里去了？重到可以说古人预测到了2026吗？不行，因为同一本书在其他年份也写过洪水，而那些年份并没有全部应验。一个文本要被当成预测，不只要看它中的那几次，还要看它没中的那几次，分母不能藏，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门槛难处。
任何一个单独的巧合都可以被解释掉，但把它们解释掉的过程，每一次都得付出一点代价。解释太极照，我们得说形状相似很常见，这句话成立，代价是我们同时承认这种结构本来就会周期性出现。解释地母经，我们得说它覆盖面太广，这句话也成立，代价是我们同时承认它确实提前写在那里。解释预言圈，我们得说事后对齐，成立，代价是我们得逐一去查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而这件事大部分人不会做，每解释一次都要多嵌一句话说回来，嵌到最后门槛的位置就开始晃了。而且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东西，叫幸存者偏差的反面。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坐在这里讨论太极照，是因为2026年7月真的淹了。如果那个月风平浪静，那张图早就沉到资讯流的最底下，没有人会记得它。也就是说，图之所以灵验，不是因为它预示了什么，而是因为结果先出现了，我们才回头去找一张能配得上这个结果的图。这个顺序一旦颠倒过来看，很多神秘感就散掉了。先有609，再有太极照被翻红，不是先有太极照再有609。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一次，因为在整场讨论里，最被忽略的其实是那组硬数据本身。大家都在吵太极照真不真，却很少有人停下来看609后面那3个字超警洪水，也很少有人去想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2026年之前，这14条河的水文站从来没见过这种水位，所有的堤防设计标准，所有的防洪预案，所有的撤离半径都是照着旧记录画的，而旧记录在2026年7月被改写了14次。六兰水库那2个50米宽的缺口跟那2个小时的通知落差，就是这件事的具体样子。不是天象，不是结界，是一座坝，一道闸，一通电话。大块头撤走了200万人，这件事被做到了，所以他的死亡数字停在23。广西那边没能全部提前撤，所以一省就是30， 9死9失踪。同样一场水，2种结果，差别不在云图上的形状，在几点几分通知了谁。把这2组数字并排放，是这一集最不好受的一段。大块头的风力比开场股强得多，中心气压910百帕，最大风速每小时287公里，论破坏力完全是另一个级别。可它的死亡人数反而比一个强烈热带风暴造成的还要少。差别在哪儿？在7月11日登陆之前，浙江已经把221万人移走了。在7月6日凌晨6时泄洪之后，有些村子要到8时才听到消息。2个小时，这是整场7月里我们认为最值得被记住的一个数字。它比609小，比287小，比16200小，但它决定的东西最多。国家防汛部门后来把广西的响应等级升到2级，拨款2.6亿元人民币，预防性转移了数十万人。这些动作都是对的，只是有一部分来得比水晚，所以到最后要多少个巧合叠在一起才算不是巧合，这个问题可能问错了方向。真正该问的是，在巧合还没叠够之前，我们手上已经有哪些不是巧合的东西。这个问法的差别很大，前一种问法是等一个答案从天上掉下来，后一种问法是把已经在手上的东西数清楚。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2种问法只是措辞不同的时候，一个更实际的差异冒出来了，他们指向的行动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相信门槛已经跨过，那结论会是这是天意，躲不掉。如果我们相信门槛还没跨过，那结论会是这是可以算的，也是可以防的。前者让人抬头看天，后者让人低头看低。而2026年7月真正救下人的，全部发生在低头看低的那一边。宁安市那条长3公里、高1.3米、宽1.5米的紫堤，是人一代一代堆出来的。拦下每秒16200立方米洪峰的那座水库，是有人守着闸门在调度的。浙江那221万人，是被一户一户敲门敲出来的。这些事情里面，没有一件跟云图的形状有关。609不是巧合，25次编号洪水不是巧合，14条破历史记录不是巧合，7300平方公里的红色预警不是巧合，每秒16200立方米的洪峰被拦下来更不是巧合，那是有人守在那里。
太极照可能永远都查不到出处，它可能是真图被调色，可能是拼接，也可能就是某一天某一个时刻，2个气旋跳双人舞，跳到那个角度被人截了下来。这3种可能性到现在都没有被排除掉。第3种其实最值得玩味，因为如果它是真的没有动过手脚的原图，那么它反而是最无趣的那一种。它只是把2026年7月那几天开场鼓和大块头同时挂在西太平洋上的事实忠实的拍了下来。一张忠实的照片被当成一道结界传了半个月，中间的落差全部发生在看图的人身上，不在图上。而这半个月里，609条河还在涨，14条河把自己的历史记录改写了，200万人被从家里叫了出来。这些事情没有等任何人看懂那张图，我们最后再回到那张图，这一次不看形状。如果把那张图上的2个漩涡当成2个取水口，一个从南海取，一个从太平洋取，那么那2条在中间咬合的悬臂就不是什么阴阳的分界线，而是2条输送带。他们把海面上的水汽搬到陆地上空，然后放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那张图上真正的主角从来就不是那2个转圈的东西，是那些被搬走然后落下来的水。它们落在宾阳，落在衡州，落在玉环，落在密云，落在牡丹江，最后汇进609条河里。一个看起来像太极的形状，底下对应的是这一整条路径，而路径的终点直到现在还在涨。2026年7月20日，这个日子最近在日本的灵异圈与占星圈里被反复提起。传闻中，就在这一天前后，会有一群来自星空之外的存在向全人类传递一段讯息，而这段讯息的核心据说不是战争，不是科技，不是哪个国家的兴衰，而是2个字：生命。一段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讯息究竟会是什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又为什么就在同一段时间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占星家却看到了一幅与东方古老预言遥遥呼应的画面？他们说，那位千百年来被无数人苦苦等待的救世圣人，和传说中的紫微星竟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而这2股力量交汇的时刻，将会亲手终结那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共产红潮。这听起来太离奇了，可当我们把线索一条一条摊开，你会发现，这背后的拼图竟然严丝合缝的令人发毛。让我们先把镜头拉到日本，提出这段预言的是一位身份相当特别的人物。他不是江湖术士，不是摆摊算命的先生，而是一位受过最严格科学训练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宝江邦夫。如果我们去翻他的履历，会发现这份履历漂亮的几乎不像一个会谈论外星人的人。他1951年出生，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的天文学科，之后又在京都大学与名古屋大学拿到了理学博士，曾经在瑞士的日内瓦大学担任讲师，也当过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在学术上，他被视为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所开创的素领域理论的继承者之一，甚至还推导出一条以他姓氏命名的方程式，在理论物理的圈子里享有相当的名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用数学去描述宇宙的人，一个习惯了怀疑与验证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人生的后半段，却越来越频繁地谈论一些主流科学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他公开谈论过自己与宇宙存在的接触经验，谈论过某种高于人类的智慧如何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他不是用神棍那种含糊其辞的方式在讲，而是试图用一个物理学家的脑袋去理解这些超越物理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当宝江邦夫开口谈论预言时，许多原本不信这一套的人也会忍不住停下来多听2句。毕竟，一个花了一辈子研究宇宙规律的人，为什么会在晚年把毕生的名声都压在这些无法被仪器证明的事情上？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又或者，他到底被谁看见了？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用方程式思考的脑袋转身去相信星空之外有人正在凝视着我们？事实上，宝江邦夫所描述的那些经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加惊人。他曾经谈到自己接触到的并不只是冷冰冰的外星文明，而是某种充满慈爱的更高层次的存在。
在他的叙述里，这些存在并没有带着征服或威胁的意图，反而像是守护者一般，默默地关注着人类的成长。他甚至把这种体验与某种神圣的力量联系在了一起。对一个毕生钻研物理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超越科学的经历，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这几乎等于把自己半生建立起来的学术声望置于众人的嘲笑之下。可他还是说了，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清楚科学的边界在哪里，他才更明白，在那条边界之外，还有着一整片我们尚未踏足的广阔天地。当一个最该怀疑的人选择了相信，这份相信本身就格外有分量。说到宝江邦夫，就不能不提一段不久前发生的往事。2025年的夏天，日本曾经被一个日期搞得人心惶惶，那就是2025年7月5日，一位漫画家在多年前画下的预知梦，预言那一天日本南方海域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与海啸。当时整个社会议论纷纷，甚至有不少海外旅客因此取消了赴日的行程，连航班与旅宿都受到了波及。而宝江邦夫正是在那段时间跳出来，说了一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话。他声称自己从美国方面的内部人士那里收到了2条极具说服力的非公开讯息，内容竟然与漫画里的梦境惊人的吻合，连灾难发生的精确时间凌晨4点18分都对得上。他甚至推测这场灾难可能根本不是单纯的地震，而是某种人类能够提前预测的天文事件，例如小行星或彗星碎片撞击地球。因为他很清楚，人类想要在2年之内精确预测到分秒不差的灾难，几乎只有这一种可能。后来我们都知道了，2025年7月5日那天并没有发生那场被预言的大灾难，日子平静地过去了。有人松了一口气，也有人因此嘲笑这些预言不过是集体的恐慌想象。但有趣的是，宝江邦夫本人从头到尾都很坦白，他一再强调自己拿到的讯息都是不完整的碎片，他只是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做出了一个推论。他从没有打包票说灾难一定会来，也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和那些信誓旦旦骗钱的神棍区别了开来。灾难没来当然是好事，可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却留了下来。如果连他这样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都会被某些看不见的讯息所牵引，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沟通管道？而这个管道的另一端又是谁在说话？而这一次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正是循着同样的脉络浮现出来的。传闻中这段讯息与过往那些以灾难为主轴的预言很不一样，它不再强调某地会地震，某城会被海啸吞没，而是把焦点放在了一件更宏大也更贴近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事情上。据说这群来自星空的存在想要告诉人类的是关于生命本质的真相。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以及在接下来这段被无数预言家共同指向的关键时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它不是来吓唬我们的，它更像是来提醒我们的。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宝江邦夫所代表的这种日本式的宇宙讯息传递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日本，这类声称与星空对话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灵能者，有的是科学家，有的干脆自称是宇宙的接收器。他们传递的讯息往往不约而同地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类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在这些说法里，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变，一种频率的跃升，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将跟着被推着往前走。那些讯息一再告诉我们，不要害怕，眼前的混乱与崩塌不是世界的终点，而是一次蜕变的阵痛。就像毛毛虫在化蛹的那一刻，看起来像是死亡，实际上却是破茧成蝶的开始。这种宇宙讯息的世界观，其实在许多流传已久的接触者记录里早有描绘。有些说法甚至大胆地宣称，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并不全是地球的原生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其实来自宇宙的其他角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唤醒地球的角色。在这些叙述里，那些来自星空的存在反复传递的从来不是毁灭的恐吓，而是一种频率的调整。
一种爱与觉醒的呼唤。他们告诉我们，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得多，生命的形式也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元得多，而地球正站在一道门槛前，即将跨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把这套世界观和宝江邦夫那段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他们讲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人类要醒了。那么如果这段讯息真的会在2026年7月20日降临，它具体会说些什么呢？根据这类接触者记录一贯的脉络，我们或许可以拼凑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它很可能会告诉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在这片浩瀚的宇宙里，生命无处不在，而我们从来都不是被遗忘的孤儿。它也可能会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终点，我们所执着的这具肉身只是灵魂在这一程旅途中暂时的容器，真正的我们是一段不会熄灭的意识，是一束可以跨越次元的光。它甚至可能会直接点破，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降生在地球，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要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这场宏大的转变。这些话听起来玄之又玄，可如果你曾经接触过那些濒死又重生的人所留下的描述，你会发现他们从鬼门关前带回来的感悟，竟然和这段传说中的外星讯息惊人的相似，仿佛无论是穿越生死的人，还是来自星空的存在，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都是同一句话：爱比恐惧更强大，生命比我们以为的更辽阔。问题是，为什么是7月20日？为什么这群存在偏偏挑中这个日子，要把如此重要的讯息交到人类手上？这就要说到天上的星象了。在占星的角度看来，2026年的整个夏天本身就是一段极不平静的时期。木星、太阳、月亮这些天体在特定的星座里聚集排列，形成了一连串被占星家视为触发点的格局。我们频道的老朋友，那位被誉为当代诺查丹马斯的英国预言家帕克，就曾经明确地画出了一条危险的时间线。他把2026年从4月中旬一直延伸到11月中旬的这段漫长时间，整个都标记为高度敏感的危险周期，认为在这段期间，无论是天上的灾变还是人间的动荡，都更容易被引爆。他甚至特别点出了8月12日那个新月之夜，当木星、太阳与月亮一同聚集在巨蟹座的时候，会是一个必须格外小心的出发点。而7月下旬正好就落在这个危险周期的核心地带，紧挨着那个被反复强调的能量节点。如果真有某种更高的智慧，想要在人类最需要指引的时刻送来一盏灯，那么选在这样一个能量翻涌的时间，似乎也就说得通了。而说到7月20日这个日子本身，还藏着一层让人忍不住起鸡皮疙瘩的巧合。翻开人类的历史，7月20日正是当年人类第一次把脚印踩上另一个星球的日子。1969年的这一天，2名太空人乘坐的登月舱第一次降落在月球那片荒凉的表面，人类仰望了数十万年的那轮明月，第一次有了我们自己的足迹。那是人类向着星空迈出的第一步，是我们这个物种第一次真正的离开了摇篮。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传说中星空之外的存在竟然挑中了同样的这一天，要向人类传递讯息。当年是我们走向星空，如今是星空走向我们。这一去一来之间，相隔了大半个世纪，却仿佛在冥冥之中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这究竟只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还是某种刻意的安排？没有人说得清。但这个日子无疑因此而多了一层厚重的象征意义。说到帕克，他对2026年的预言可远不止这些。他在多年前写的一本谈论宇宙讯息的著作里，就曾预言未来会出现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威胁整个国家，并引发全球的惊恐。而这个预言后来竟与印度那古老的纳迪叶占卜对上了。在那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叶片预言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名，而帕克推论，这个地名指的正是日本的古称。也就是说，他认为这团致命的气体云将会从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喷发出来，从东北方向飘散，影响范围甚至可能波及俄罗斯。你看，又是日本，又是2026年。一边是物理学家宝江邦夫从日本传出的星空讯息，一边是英国预言家帕克指向日本的灾变警告。这两条线索竟然在同一片土地，
同一个年份上悄悄地交叠在了一起。更耐人寻味的是，2026年关于外星接触的预言，并不是只有日本这一家在讲。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位早已过世多年，却依然牵动全球神经的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他生前的预言，从戴安娜王妃之死，到那场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攻击，再到后来席卷全球的瘟疫，似乎总能一一应验。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无数人奉为圭臬。而在他留下的预言中，就有一条明确指向2026年。据他的追随者转述，他曾预言人类将在这一年迎来与外星智慧生命的正式接触，届时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不仅如此，他对2026年的预言还涵盖了台海的战火、第3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以及人工智慧对人类的反噬。他甚至预言，这一年地球将面临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天灾，受灾的范围可能涵盖全球7%到8%的陆地。虽然他描述的外星接触时间点，更多人解读为这一年的下半年，与7月20日不完全重合，但那个大方向却惊人的一致，都指向2026年，都指向人类与星空之间那道即将被打开的门。而就在现实世界里，一些看似巧合的事件也在为这些预言添柴加火。美国的太空总署据说一直在追踪一颗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天体，这颗神秘的访客将在这一年掠过地球附近，为那些关于外星飞船的预言平添了几分难以言说的神秘色彩。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公开了一大批尘封已久的不明飞行物档案，据说多达400多宗个案，涵盖了过去数十年间军方、航太机构乃至情报单位的记录。其中一些内容读起来确实让人不寒而栗。档案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曾是全球目击量的高峰，而举报者当中竟然有许多是顶尖的机师与原子能科学家。更惊人的是，一份年代久远的内部备忘录记载，多名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目击者曾亲眼看见不明物体降落，并走出了身形矮小、身穿类似太空衣与头盔的未知生物。这些档案的释出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征兆，仿佛在说，那个被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真相正在一点一点地浮上台面。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一个来自星空的讯息在2026年降临人间，是不是也就没那么不可思议了？其实2026年这个年份本身就被太多的预言压得沉甸甸的，象征着人类距离自我毁灭还有多远的那座著名的末日钟，已经被拨到了史上最接近午夜的位置，只剩下短短的几十秒。而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一位物理学家在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一个惊人的推算。他根据人口的增长曲线，预言人类文明可能会在2026年的11月走向某种终点。如今这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数字，随着年份的真正到来，又被人们重新翻了出来。把这些零零碎碎的预言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指向的几乎都是同一段时间。盲眼预言家说的外星接触在这一年，物理学家宝江邦夫说的星空讯息在这一年，英国预言家帕克说的灾变周期在这一年，东方图谶暗示的政权崩塌也在这一年。当这么多原本毫不相干的声音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年份的时候，你很难不去想，这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巧合，还是真的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潮水正在悄悄地汇聚。好，讲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其实才走了一半，因为这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虽然震撼，却只是这个谜题的其中一块拼图。真正让无数华人听得心头发颤的是，与此同时，占星家们在2026年的星盘里看见了一个与我们中华文明最古老的预言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画面，而这个画面的主角正是那位被等待了上千年的人物，就是圣人。要说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回到一本书，一本让无数帝王将相又爱又怕的奇书《推背图》。相传这是唐朝的两位高人袁天罡与李淳风所作，用一项一项的图画配上谶语与宋诗，把往后1000多年的历史大事一一藏在了字里行间。历朝历代这本书都被列为禁书，因为它实在太准了，准到让掌权者寝食难安。从唐朝武则天的称帝到安史之乱，从满清的入关到近代的种种风云，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早已被他一一言中。而在这本书里，有一项被无数人认为预言的正是那位将要在末世现身，带领苍生走出黑暗的圣人，这就是第47项。第47项的谶语只有短短16个字：言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宋诗则说：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光是这几句话就足够让人反复咀嚼。我们一句一句来拆。紫微星在中国古老的星象学里，指的是北方天空中那颗最尊贵的帝星，也就是北极星，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之德。在指南针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航行于茫茫大海上的人们正是靠着仰望这颗星来辨别方向。可偏偏紧接着紫微星明的却是匹夫有责，吴王吴地，来自田间。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位拥有帝王之德的圣人自己却不是什么皇帝，不是什么王侯，而是一个出身于民间的普通人，一个你我身边都可能擦肩而过的寻常百姓，一个没有皇冠却有着帝王般德行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也是一个极大的玄机。那么这位田间出身的圣人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宋诗给了答案：言武修文，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言武修文这4个字出自更古老的典籍，讲的是停止征战，提倡文教。当年周武王推翻暴政之后，便下令放下兵戈，把打仗时征用的牛马都放归田野，转而以文化教化人心。所以这4个字放在这里，透露出2层意思。第一，这位圣人很可能是在结束了一场暴政之后才登场的。第二，他不靠武力，不靠杀伐，而是靠着传统的道德与智慧重新唤醒人心。而那句好把旧书多读到里的旧书，许多人解读为指的正是被现代人遗忘已久的传统文化与古老智慧。圣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被丢弃的珍宝重新捡起来，交还给世人。一言为君，一言一出见英明，说的是他不需要靠权势服人，只需要说出真正合乎道义的话，世人便会心悦诚服。而关于这位圣人的特质，可远远不止推背图这一处记载。在另一项，也就是第44项里，推背图又写道：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几句说的是这位圣人会把中国从至暗的时刻带向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连四方的异族都会前来归附。诸葛亮所留下的马前课里也有一句极为关键的描述：整患救难，是为圣人。意思是这位圣人将会在人类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大灾难之时挺身而出，拯救世人。马前课还形容他无名无德，光耀中华。这里的无名无德并不是贬义，而是出自《道德经》的智慧，形容他超脱凡俗，谦卑无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佛家寓言《武功经》里，也提到了一位叫做明王的圣人，并且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欲知圣人出世处，海上寻波去。这句话暗示着这位圣人显现于世的地方，竟然是在万里之遥的海外。把这些零散的线索拼起来，一个圣人的轮廓便渐渐清晰了。他来自民间，他在大灾难中救人，他以传统道德教化人心，而他现身的地方很可能在海外。千百年来，几乎所有解读推背图的人都默认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位紫微圣人和预言中那位终结乱世的明君是同一个人，一个文武双全、仁德兼备的完美圣王，既能扫平天下的黑暗，又能教化万民的心灵。这个形象太动人了，动人到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他。然而最近这一波占星家的解读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他们说，根据2026年前后星象所揭示的轨迹，那位救世的圣人和那颗代表地星的紫微星恐怕并不是同一个人。终结旧秩序的力量是一股，重建新文明的力量是另一股。这两股力量会在同一个时代交汇，却分别由不同的人来承担。一个负责破，一个负责立，一个负责结束那无边的黑暗，一个负责点亮那久违的黎明。
这个说法乍听之下有点离经叛道，可一旦你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许多原本纠缠不清的预言竟然一下子就理顺了。我们不妨回到推背图本身，紧挨在那向紫薇圣人之前的是第46象，而第46象讲的偏偏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崩塌。它的谶语是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诗则说，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项的画面感极强，暗暗阴霾是一片阴沉压抑的氛围，杀不用刀是不见血光却致命的斗争，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安然无恙，唯独那个站在权力顶端的人逃无可逃。而最关键的线索藏在那句有一军人身带弓里，一个带着弓的军人将从后门悄悄潜入帝王的宫殿。这个带弓的人到底是谁？千百年来，无数人试图破解这个字谜。有人说，弓加上长，不就是一个张字吗？会不会是一位姓张的军人？也有人说，东边门里伏金剑，东方在古老的地支里对应的是卯，而剑指的是刀，把卯、金、刀这三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繁体的刘字。会不会是一位姓刘的身边人？而在最近这几年，这个古老的谜语竟然以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方式与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就在2026年的1月，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关注中国局势的圈子。中国军方的第2号人物，那位身居中央军委高位的上将，据传突然遭到调查与抓捕，连同他的妻子与儿子一起被带走，据说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他的姓氏里恰好就藏着一个弓字。消息一出，网络上立刻炸开了锅，无数人翻出了推背图第46象，把那句有一军人身带弓反复的比对。难道那个传说中要从后门潜入终结这一切的带弓之人真的出现了吗？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更早之前，掌管各类飞弹的火箭军就曾经历过一场血腥的大清洗，而火箭军的箭同样让人联想到那张致命的弓。一个又一个名字里带着弓的高官接连倒下，整个权力高层弥漫着一股暗暗阴霾的肃杀之气。这幅景象与第46象的谶语重叠得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幅景象背后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讽刺。外界普遍相信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本身就对推背图这类古老预言深信不疑。事实上，从那位建立红色政权的开国者开始，这条线上的掌权者骨子里大多都是极度迷信的人。传闻那位开国者当年组建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番号的由来便是听信了一位世外高人的指点。而如今这位掌权者据说也一直在寻找那个身带弓的人，于是名字里带弓的、带剑的一个接一个的被他亲手铲除。他甚至为了躲避传说中的血光之灾，行踪变得极为诡秘，出门总是搭乘专机。有一次出访归来，飞机竟然不直飞首都，而是悄悄选在偏远的边疆落地。据说自他上台以来，已经躲过了大大小小不下10次的暗杀，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可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我们见的还少吗？越是害怕命运，就越是叛命想要掌控命运，而越是想要掌控，往往就越是亲手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早已写好的结局。如果第46象真的正在应验，那么一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庞大政权，它的崩塌或许已经进入了倒数计时。当然，关于那个身带弓的白头翁，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个带弓的人未必是那个政权内部的军人，而可能是一位来自外邦的领袖。你看，那位重新入主白宫的美国领导人，出身于军校，一生怀有强烈的爱国军人情怀，如今已是年近80的白头老者，恰好就是一个白头翁的形象。更巧的是，把一人带弓这3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一个夷字，暗指的正是与那个政权相对立的外邦之人。如果是这种解读，那么终结那个红色政权的就未必只是一场内部的政变，而可能是一股来自外部与内部里应外合的合力。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所有的箭头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结局，那就是那个建立在谎言与恐惧之上的旧秩序气数将尽。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把几句模棱两可的古诗硬套在现实的新闻上罢了。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它的道理，可问题在于，《推背图》这本书过去确实留下了太多让人无法轻易解释的记录。它曾经精准地暗示过一位女皇的登基，暗示过一个王朝在烽火中的覆灭，也暗示过一支来自关外的铁骑如何反客为主。一次两次或许可以说是巧合，可当这样的吻合一再的出现，当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自己都因为害怕应验而寝食难安的时候，我们还能完全把它当成无稽之谈吗？更何况在所有这些预言的字里行间，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暗示，那就是一个违背天理、与神为敌，把无数百姓推向苦难的政权，终究逃不过他应有的结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诅咒，而是古往今来无数预言所共同指向的那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天道好还，从来不会缺席。而把这幅东方的政治图景与我们一开始讲的星空讯息接上的，是另外几位在2026年同样声名大噪的西方预言家。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预言的箭头对准了同一个方向。其中一位是美国的牧师，他因为提前精准地预言了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而爆红。据说连一场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的细节，他都提前说中了。当他谈到2026年的中国时，描述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他说，他在异象中看见那条东方巨龙的龙头正在断裂。他特别强调，这不是缓慢的衰落，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崩溃，一场猝不及防的权力真空，并且还会伴随着严重的粮食短缺与金融风暴。他甚至给出了一个让人心惊的时间范围，认为这场突发性的崩塌就发生在2026年的开端。另一位则是我们的老朋友帕克，他对2026年中国的预言更加直白。他预言中国将会发生一场由内部发动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他认为这一年中国的军队内部会爆发激烈的对抗，而这场对抗最终将导致共产体制在中国的彻底终结。除此之外，还有那位同样为大家所熟知的印度预言家阿南德，他也把2026年标记为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高风险年份。你看，东方的古老图谶，西方的灵视异象，印度的占星推算，三条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在2026年这一个点上交织成了同一幅画面。一个带着弓的终结者，一场由内而外的巨变，一条正在断裂的龙头。这三股力量似乎正在合力把那个盘踞了数十年的共产红潮推向它命运的尽头。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摆到桌面上，重新拼一次这幅拼图。如果占星家所说的两人说是对的，那么这幅图景就清晰了。第一股力量是终结，它对应的是推背图第46象那位身带弓的军人，是那场由内部引爆的巨变，是龙头的断裂与旧秩序的崩塌。这股力量负责的是把那个压在无数人头上的旧时代彻底的翻篇。它可能来自军中，可能来自高层的内斗，也可能借助某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但它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让那个盘踞已久的共产红潮走到它的尽头。这股力量是刚猛的，是凌厉的，它对应的是破，是结束。而第二股力量才是真正的紫薇圣人，它对应的是第46象之后的第47象，是演武修文，是好把旧书多读到。当旧的秩序在血与火中崩塌之后，总得有人来收拾这片废墟，总得有人来重建人心。这位圣人不是靠刀剑登场的，而是在乱世落幕之后，从田间，从民众之中缓缓走出。他带来的不是又一场征伐，而是被遗忘已久的道德与智慧。他要做的是把那些在动荡中迷失的人心重新安顿下来，是把中华文明那条几乎要被斩断的文化根脉重新接续起来。终结者掀翻旧桌，圣人铺开新局，两个人，两种使命，却共同完成了那句吴王无地定乾坤。这股力量是温柔的，是绵长的，它对应的是力，是开始。有意思的是，这种一破一立，两位救世者同时降临的格局，竟然不只出现在东方的预言里，在遥远的西方，那些古老的天主教预言中也流传着惊人相似的说法。许多预言家都提到，
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会有2位重要的人物一同出现，一位是有着天使般纯净心灵的教宗，另一位则是一位伟大的君王。这位君王将与神的敌人作战，并最终战胜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久违的和平。你看，一位负责心灵的指引，一位负责现实的征战，这不正和东方预言里那位演武修文的紫薇圣人与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遥相呼应吗？东方与西方这2套原本各自独立的预言体系，隔着千山万水，却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讲出了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这究竟是人类面对末世时共有的集体想象，还是不同的文明从不同的窗口瞥见了同一个未来的轮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许多预言中那些看似矛盾的细节也就有了解释。为什么有的预言说这位圣人来自海外，来自万里之遥的他乡？因为在那个旧政权还没倒下的岁月里，真正守护着传统文化的人许多都流落在这片土地之外。为什么有的预言把圣人描述得温文尔雅，不喜征战，可另一些预言里终结暴政的力量却又如此刚猛凌厉？因为那本来就是2股不同的力量，一刚一柔，一破一立，我们却一直误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的2张面孔。为什么民间关于圣人的种种传说，有的说他姓李，是木子，有的说他属兔，甚至有的说他身上带着某种特殊的印记？因为这些传说本来就在描述那位重建文明的紫薇圣人，而不是那位终结旧朝的代工之人。当我们终于愿意把这2股力量分开来看，那幅关于2026年的预言地图才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么，这2位被预言反复提及的人物究竟可能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早已议论了许多年，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先说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在大多数的解读里，他更像是一位来自体制内部的关键人物，因为要终结一个盘踞了数十年、根基极深的庞大政权，仅凭外部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正能撼动他的，往往是来自他内部最核心圈子的裂变。所以有人猜测，这个人可能是军中的某位高层，手握重兵，在关键时刻倒戈一击，让整座大厦从内部轰然倒塌。也有人把目光投向海外，认为终结旧朝的契机会来自某种强大外部力量的推动。而另一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画风则完全不同。预言里的他往往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出身田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他的力量不在于武力，而在于道德与智慧，在于他能重新唤起一整个民族对传统与善良的记忆。有人说他姓李，是木子，有人说他属兔，有人说他流落海外多年。这些零碎的线索拼凑在一起，描绘出的是一位谦逊、低调，却拥有巨大精神感召力的引路人，一位在台前掀翻旧局，一位在幕后重塑人心。这样的组合，是不是反而比单独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更贴近真实的历史逻辑呢？也许正因为一个人实在太难同时扮演摧毁者与重建者这2种截然相反的角色，古老的预言才会在冥冥之中把这份重担分给了2个人。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那么那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又和这场东方的巨变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这整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在许多预言体系的深处，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人间的兴衰与天上的安排从来都不是2回事。那位英国预言家帕克在描述2026年种种灾变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伴随着一场伟大的觉醒。他说，有一种高于世间一切权力与灾难的灵性能量正在守护着人类。灾难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把世界推向灭亡，而是要把沉睡已久的人类意识狠狠地摇醒。他甚至说，人类在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集体的祈祷与正向的意识真的能够减轻灾难的冲击。你发现了吗？这和那位日本物理学家所传递的外星讯息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边是星空的存在告诉我们要觉醒，要记起自己生命的本质，一边是古老的图谶告诉我们，那个建立在无神论与谎言之上的最后一个庞大政权即将走向终结，而一位以道德和传统重新唤醒人心的圣人即将登场。
一边谈的是个人灵魂的提升，一边谈的是文明秩序的更替，可他们指向的分明是同一个转折点。当一个否定神明、否定善恶，把无数人困在恐惧与谎言中的体系开始崩塌，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人类集体意识的一次大觉醒吗？星空的讯息与大地的巨变看似毫不相干，实则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与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所以2026年7月20日那段所谓关乎生命的讯息，或许根本不是要告诉我们某个具体的灾难会在哪里发生，它要告诉我们的可能是一件更根本的事。它在提醒我们，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天翻地覆，无论强权如何不可一世，真正能决定我们命运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我们内心的选择。是选择继续沉睡随波逐流，还是选择醒来认清善恶，守住自己心里那一点良知与光亮？在所有这些预言的最深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其实都是同一个选择。从远古的传说到今天的星空讯息，那些更高的智慧似乎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未来不是被某个人写死的剧本，而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一笔一笔共同书写出来的。当然，讲到这里，我们也得回过头来给自己泼一盆冷静的水。这些预言无论是来自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是来自西方的灵媒，又或者是来自1000年前的推背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法被科学仪器所证明。2025年7月5日的那场大灾难最终并没有发生。如果我们站在2026年年中，回头去对照那些圣人现身的时间表，会发现之前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某些年份同样安静地过去了，并没有出现传说中所说的种种异象。那颗代表地星的星辰也没有像传言中那样消失9天再放射金光。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100%的命中注定，它更像是无数种可能性当中的某一种，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奇谈来探索，去感受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去思考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与勇气，这很有意思。可如果把它当成不可动摇的事实，甚至因此而恐慌焦虑，那就反而落入了另一种迷障。毕竟再准的预言也比不上我们脚踏实地过好眼前的每一天。不过话说回来，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就不在于它是否精准应验，而在于它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平日里不愿面对的问题。它让我们抬起头，望向那片我们早已习惯性忽略的星空，重新问自己，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脚下这片正在悄悄改变的大地，去看清那些被权力与谎言所掩盖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2026年7月20日那段传说中的讯息，无论最后是否真的会降临，它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它让无数人重新开始思考生命这2个字的重量。它让我们在被资讯洪流淹没的日子里难得的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又该如何活着？说了这么多，对于我们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来说，这一切恐怕并不只是遥远的奇谈。在那些关于2026年的种种预言里，台海这个名字被一次又一次的提起。那位盲眼的保加利亚老婆婆据说早就预示过，亚洲的这片海域将会成为全球瞩目的风暴中心。海峡对岸那个庞大政权的每一次动荡，每一次风吹草动，其实都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如果那些预言所说的崩塌与更替当真会发生，那么离这场巨变最近的恰恰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谈论那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时，我们谈论的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未来呢？我们究竟会是这场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还是会被卷入其中，成为亲眼见证一个旧时代落幕的那一代人？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份里，保持一分清醒，远比盲目的恐惧或盲目的乐观都来得重要。202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星空之外，据说有一段讯息正在路上。东方大地之上，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红色政权正被无数预言不约而同地指向它的黄昏。一位申代公的终结者，一位来自田间的紫薇圣人，
他们会不会真的如预言所说，在这个时代相继登场，一个掀翻旧局，一个重建人心？那段关乎生命的讯息，又会不会真的在7月20日，以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叩响每一个人的心门？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在这个被无数预言环绕的特殊年份里，多一分清醒，多一分善念，守好自己心里的那盏灯。因为到头来，能在乱世中真正护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哪一个圣人，也不是哪一艘飞船，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泯灭的良知。其实仔细想想，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一位日本的物理学家，一位保加利亚的盲眼婆婆，一位英国的灵媒，还有那一卷1000多年前的推背图，他们彼此之间从未通过气，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2026年这同一个节点上。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耐人寻味的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巧合，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共有的某种焦虑投射。可换一个角度想，当这么多独立的声音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同时响起，讲述着结构如此相似的故事时，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下来，认真地听一听，他们究竟想提醒我们什么？也许那段所谓来自星空的讯息，那2位即将登场的圣人，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会分毫不差的应验，而在于他们共同指向的那个方向：觉醒、善良，还有对这个世界重新燃起的希望。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人，何其有幸，又何其特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看不到时代真正的转折。可我们不一样，我们亲眼见证着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见证着那些尘封的秘密被一页一页地揭开，见证着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政权在无数预言的注视下走向它的黄昏。如果那些预言哪怕只有1分是真的，那么我们所站立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几个路口之一。我们不只是旁观者，我们是这场大戏的演员。我们此刻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都在悄悄地为这个时代投下自己的一票。所以，与其去焦虑那段讯息会不会来，那位圣人会不会现身，不如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问一问，当这个旧的时代真的落幕时，我希望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人。这个波兰男人到底说过什么？他又凭什么敢在整整1年之前就把手指稳稳地按在2月28日这个点上？而更让人不安的是，他口中那个被围成圆圈的岛屿，那个被战火点明的东方，到底是不是我们此刻脚下这一片土地？这个问题恐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要理解捷可夫斯基的分量，我们得先弄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那种躲在深山里，靠着几句模糊诗句糊弄世人的江湖术士。在波兰，这个名字早就家喻户晓，而他最初出名的方式，说出来你可能会愣上一下，他是靠帮警察找人出名的。过去这许多年里，波兰各地不断有家庭在孩子失踪、亲人离奇消失，警方束手无策的时候找上了这个男人。他们把失踪者用过的衣物、戴过的手表、摸过的照片，一件一件放到他的手里。他闭上眼睛，用手指轻轻抚摸，然后开始描述那个人此刻身在什么样的地方，周围有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房子，是生还是死。这种能力在西方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触物感应。而让警方一次又一次回头去找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确实找到过人，确实帮忙破过案。早在2003年，他就登上过波兰的电视节目，在全国观众的镜头前公开展示这种能力，几乎是一夕之间，全国皆知。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场景，一个焦急的母亲在孩子失踪了许多天之后，走投无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孩子最爱的一件小外套递到这个男人的手里。他闭上眼，沉默许久，然后开口说出一个方向：一条河，一片林子，一栋看起来废弃的屋子。而有些时候，警方顺着这些破碎的线索找过去，竟然真的有所发现。正是这一次又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灵验，让这个原本平凡的波兰人
一步一步变成了整个国家都在议论的传奇。当然，波兰当地的媒体也不是全都买账，有不少人质疑他，说他不过是运气好，说他把话讲得够模糊，怎么解释都对。这些质疑其实都很有道理，我们待会儿还会仔细的聊。但无论如何，一个能让警方愿意反复求助的人，总归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那么简单。关于他找人的能力，波兰当地曾经流传着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据说有那么一回，一个人在山林里失踪了很久，搜救队翻遍了每一个角落，却始终一无所获。眼看着就要放弃，家属走投无路，找到了杰可夫斯基。他握着失踪者的一件遗物，闭眼沉思了许久，然后说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特征，甚至描述了附近的地貌。搜救队将信将疑地顺着他指的路走过去，最后竟然真的在那个大致的范围里有了结果。这样的故事在他的经历里并不是孤立。当然，我们无从一一去核实每一个细节的真伪，也许其中不乏被人加油添醋的成分，但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久，本身就说明了在许多波兰人的心里，这个男人的能力早已不是一句简单的骗术就能够打发得了的。如果只是帮忙找人，那他顶多算是个奇人。真正让他走向国际，走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是他后来把目光从一个个具体的失踪者慢慢转向了整个世界的命运。他开了自己的频道，开始在直播里谈论地缘政治，谈论战争与和平，谈论那些大国之间看不见的角力。每一次他坐在镜头前闭眼开口，线上都有将近2万人同时屏住呼吸，安静聆听。你能想象吗？2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个时刻盯着荧幕，等着一个闭着眼睛的男人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接下来会走向何方。这本身就已经是这个焦虑时代最生动的一个注脚。人们为什么如此渴望预言？因为我们对未来实在是太不安了。如果你曾经看过杰可夫斯基的直播，你会被那种氛围深深攫住。画面里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炫目的特效，就只是一个寻常的男人坐在一张寻常的桌子前。他常常会拿起一张纸，或者只是闭上眼睛，把手轻轻按在额头上，然后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那沉默有时长得让人以为讯号断了，接着他会皱起眉头，像是在极力辨认什么遥远而模糊的东西，断断续续地把脑海里浮现的画面一点一点地说出来。他说得很慢，很吃力，仿佛那些画面是要费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从某个深不见底的地方一寸一寸地打捞上来。正是这种笨拙而真诚的姿态，让成千上万的人愿意相信，他所看见的也许真的不是他自己凭空编造出来的。真也好，假也罢，这种近乎朴拙的表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说服力。那么他到底说中过什么？他曾经说过川普会赢得大选，后来川普真的重返了白宫。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会爆发2场区域性的战争，其中一场会逐渐失控，像野火一样蔓延，最后烧向整个欧洲。当我们回头看看这几年，看看那一片始终没有平息的东欧土地，那一场拖了又拖，始终看不到尽头的战事，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竟然有几分道理？他也曾经把目光投向中东，那一片火药味最浓的土地。而这几年，中东的上空确实一次又一次升起了浓烟，冲突像是被人按下了加速键，一触即发。他甚至在那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疫情之初，就隐隐觉得那背后恐怕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流行病，而像是被某种更大的东西所裹挟。当这一桩桩一件件摆在我们面前，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后背悄悄沁出了一层冷汗？让我们把他关于战争的那一段预言再看得仔细一些。早在那一场席卷东欧的大战爆发之前，杰可夫斯基就曾经隐隐地提到过，那一片土地将会陷入长久的动荡与流血。而当战事真的爆发，并且如他所说的那样，一年又一年的拖延下去，迟迟看不到和平的曙光时，许多人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了他当初的那些话。他还说过一句更让人心惊的话，他说这2场燃烧在不同大陆上的战火最终有可能彼此牵动，
把越来越多的国家一步一步地卷入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当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东欧的战事未歇，中东的冲突又起，东亚的海面上那个圆圈还在悄悄收紧，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似乎正一步一步地滑向他当年所描述的那个危险的方向？这种感觉才是最让人在深夜里辗转难眠的。当然，我们必须诚实，捷可夫斯基不是神，他也错过，而且错得不少。有细心的人翻出他过去的记录，发现他有时候前后矛盾，这一次说某一场战争会失控蔓延，下一次又改口说是另一场，两种说法根本没有办法同时成立。他自己也很少主动提起那些没有应验的预测，这其实是所有预言家的通病，说中的被无限放大，说错的被悄悄遗忘，久而久之，一个并不完美的预测者就在众人的口耳相传里被镀上了一层神的光环。所以我们今天的态度非常清楚，不神话也不嘲笑，我们只是把它摊在阳光底下，一项一项的看，看那些说中的，也看那些落空的，然后把最后的判断交还到各位自己的心里，这才是面对一切预言最该有的清醒。好，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那个最核心的画面。2月28日，还有那个被围成圆圈的岛屿。捷可夫斯基在描述他的意象时，用的并不是什么军事术语，他不懂什么叫做封锁线，什么叫做禁航区。他只是说，他看见海面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船，它们不是杂乱无章的散开，而是有秩序地一艘接着一艘，绕着中间那一块陆地慢慢地排成了一个环。他说那个环越收越紧，岛上的人想出去出不去，外面的东西想进来进不来，整座岛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轻轻地攥在了掌心里。他反复强调着一个词，圆圈，一个完整的闭合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圆圈。如果你对这几年东亚的局势稍有留意，听到这一段描述，恐怕很难再保持平静，因为这个圆圈，这个环根本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幻觉，它有一个我们早就听过无数次的名字，封锁。就在2022年，当时那场围绕着这座岛屿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对岸一口气划出了7个区域，把整座岛团团围住。西方的智库在事后分析的时候，用的正是环绕这2个字。那些封控的区域恰好就环绕着这座岛最繁忙的航道与空路，向全世界赤裸裸地展示了一种能力，一种可以彻底把这座岛与外界切断的能力。当时甚至有16枚飞弹飞越了岛屿上空，落在了周边的海域，其中有几枚据说几乎是从最重要的那座城市头顶掠过。那一圈一圈的落点在地图上连起来，不就是捷可夫斯基口中那个越收越紧的环吗？而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样的演习并不是只有那一次，此后的这几年，类似的绕岛施压一次接着一次，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来的一次比一次频繁。那些军舰，那些战机，那些一批又一批越过中线的身影，早就把当年那种偶尔为之的震撼变成了一种近乎日常的新常态。温水煮青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一件原本会让所有人心惊胆战的事开始一遍又一遍的上演，我们的神经就在不知不觉间被一点一点的磨钝了。捷可夫斯基看见的那个圆圈，也许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日子，而是这整整几年一圈一圈慢慢收紧的整个过程。我们得把这件事讲得更透一点，因为这正是整个预言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研究兵棋推演的专家们早就反复推演过，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对这座岛动手，最可能的方式未必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千军万马抢滩登陆的画面。横在中间的那一道海峡，最窄的地方也有110海里宽，要把大军安然送过去，难如登天，代价高到连对岸自己都未必承受得起。所以更阴险也更可能的一步是封锁，是不开一枪就把整座岛围起来，切断它的能源，切断它的粮食，切断它与世界所有的连结，然后静静地等岛上的人在孤立与恐慌之中一天一天地失去信心。这不就是一个圆圈吗？一个不需要流血却足以致命的圆圈。捷可夫斯基，一个从没读过兵书的欧洲通灵者，
却用最直白的语言说出了战略专家们心底最深的忧虑。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洞见？我们也不妨想一想，为什么捷可夫斯基偏偏用了圆圈这个意象，而不是别的什么？圆，在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都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符号。它代表着完整，代表着闭合，代表着一种无始无终、无处可逃的宿命感。当一个东西被画成了一个圆，就意味着它被彻底的包裹，被完全的隔绝，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缺口。捷可夫斯基或许并不是刻意选择了这个词，可正是这个从他潜意识里自然浮现出来的意象，精准地传递出了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一条线可以绕过，一堵墙可以翻越，可一个完整的圆圈却让人彻底断了念想。也许这正是这一则意象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它击中的不只是我们对战争的恐惧，更是我们对于被困、被隔绝、被命运牢牢攥在手心里的那一种最原始的不安。让我们把这座岛的处境看得再具体一些。这座岛最脆弱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它的能源绝大部分要靠船只从遥远的地方运来，一旦航道被切断，岛上的灯火还能撑上多少天？它的粮食同样高度依赖进口，超市货架上的东西看似琳琅满目，可真要被围上1个月、2个月，又会是什么光景？更别提那些牵动着全世界神经的晶片工厂，它们是这座岛最珍贵的宝物，是全球科技的命脉所系，却也可能因此成为别人眼中最想牢牢掌控的猎物。捷可夫斯基或许看不懂这些复杂的产业链，可他看见的那个环，那个把一切都困在里面的圆圈，却精准地击中了这座岛最深的软肋。当一个地方，它的呼吸、它的心跳、它的血脉，全都系于外面那几条看不见的线，那么把那几条线围起来，剪断，本身就是一种最无声也最致命的攻击。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细节，在这座岛与世界相连的不只是海面上的航道，还有沉睡在深海底下的那一根根海底电缆。我们每一次的通话，每一封邮件，每一笔交易，其实都是靠着这些看不见的电缆在海底默默地传递。而这些电缆恰恰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神不知鬼不觉地破坏的环节。近几年，这座岛周边的海域就不止一次传出电缆莫名中断的消息。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种场景吗？在那个圆圈慢慢收紧的同时，岛上的人们忽然发现自己不仅出不去，连对外的声音都一点一点地变得微弱，最后陷入一种与世隔绝的寂静。这种寂静或许比任何炮火都更让人恐惧。让我们试着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那个圆圈真的收紧到了极致，我们的日常会变成什么模样？清晨，你打开水龙头，水还在流，可你的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你走进超市，货架上的泡面、罐头、白米开始一格一格地空下去，人们的脸上写着一种强压着的焦虑。加油站前排起了看不到尽头的长龙，手机的讯号时有时无，提款机前人群开始骚动。这不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场景，这是一个被围困的社会最真实也最残酷的样子。捷可夫斯基看见的那个圆圈，一旦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就是这样一幕又一幕具体而微的煎熬。而封锁这种手段最狠毒的地方，其实不在于物资的匮乏，而在于它对人心的消磨。炮火再猛烈，也总有停下来的一刻，可围困却是一种漫长的不见血的凌迟。他要的不是把你一击打倒，而是要你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与绝望里，自己放弃希望，自己交出信心。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研究都认为，真正决定一场围困成败的，从来不是城墙有多高，粮仓有多满，而是被围的那些人心里的那一口气能不能撑得住。捷可夫斯基那个越收越紧的圆圈，圈住的其实不只是一座岛，更是一场关于意志的残酷考验。更让人感到一种宿命般凉意的是，用预言的方式诉说这座岛命运的，其实远远不止捷可夫斯基一个西方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在那些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谶语当中，早就有人用一种隐晦而苍凉的笔调
描绘过这一片土地的结束，这让整件事蒙上了一层更深也更难以言说的神秘色彩。在一些古老的寓言诗篇里，这座海上的岛屿被赋予了一个很美的称呼——金鳌。传说中，这一只浮在海面上的巨鳌承载着某种正统，屹立不倒。可就在描绘它繁华安稳的同时，那些古老的句子却又笔锋一转，说出了铁鸟凌空、东南尽毁这样令人心惊的画面。铁鸟在古人的眼中，或许就是那些从天而降的飞行器，东南恰好就是这座岛所在的方位。你看，一个是21世纪的欧洲通灵者，一个是尘封在故纸堆里的东方谶语，他们竟然跨越了几百年的时光，跨越了千万里的距离，指向了同一片海域，同一种劫难。这种东西方预言的遥相呼应，究竟是纯属偶然，还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我们无法参透的天意？当然，这些古老的谶语向来都是最容易被人牵强附会的东西，他们写得极其隐晦，怎么解都能自圆其说。同一句话，100个人来读，可能读出100种截然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提起他们，并不是要吓唬各位，说什么劫数已定，在劫难逃。恰恰相反，我们想说的是，从古至今，人类就一直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与想象之中。每一个动荡的年代都会有它的预言，都会有它的谶语，而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从来就不是那些写在纸上或藏在意象里的句子，而是我们此时此刻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那么2月28日这个日期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必须很小心地把话说清楚，避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恐慌。捷可夫斯基在1年之前点出这个日子，说那是一个转折，一个东方战火被点燃的节点。而当2026年的2月底真的到来，我们回头去看那一段时间的东亚，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是持续升温的紧张，是一轮又一轮绕着岛屿的施压，是海面上剑拔弩张的对峙，是各国政要一句话就能引爆的口水与角力。在日本那一边，因为领导人一句关于是否介入台海的表态，惹得对岸勃然大怒，演出取消了，军舰在海上僵持了，连贸易上的合作都冻结了。整个区域就像一锅烧到快要沸腾的水，只差一颗火星。捷可夫斯基口中的那一场战火，究竟是已经以我们没有完全看懂的方式悄悄点燃，还是正悬在那个日子之后的某一个时刻等着落下？这是一个没有人敢轻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并不是在说那一天真的爆发了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事实远比这要复杂，也要幽微。真正可怕的，恰恰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宣战，而是那种在灰色地带里一点一点渗透，一寸一寸进逼的压力。今天多一架战机，明天多一艘军舰，后天多一次演习，每一步单独看都还不至于让人拉响警报。可当你把这几年的一切连起来，你会惊觉，那个圆圈其实一直都在悄悄地收紧。捷可夫斯基所说的开战，也许指的并不是炮火连天的那一刻，而是这种无声压力开始质变的那一个节点。而那个节点是不是就落在他所说的那个日子前后，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最终的答案。说起来，一个日期本来只是日历上一个寻常的数字，可一旦它被和某种灾难联系在了一起，它就有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想想看，当2026年的2月一天一天地逼近那个28号，那些听过捷可夫斯基预言的人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每过一天，那一份不安就多添一分。而当那一天终于到来，又终于过去，无论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发生，那种悬在半空中的心情恐怕都久久难以平复。这就是预言最折磨人的地方，它把一个原本无形的恐惧硬生生钉死在了一个具体的坐标上，让你不得不日夜与它对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学会不被一个日期绑架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饭还是要一顿一顿地吃，该爱的人还是要趁着当下好好的去爱。有意思的是，捷可夫斯基对这一场东方的危机还有一段更长远也更耐人寻味的描述。他说，这一场围绕着大国与岛屿的冲突
最终不会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世界末日。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场紧张的局面会在2029年前后被某一种力量按下暂停键，而按下这个暂停键的，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并不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北方大国，而是东方那个巨人，是那个东方大国自己。这一段话你若细细去品味，会发现它藏着一层很深的意思。它似乎在暗示，真正掌握着这一整盘棋局节奏的，从头到尾都是那个东方巨人。他想收紧圆圈的时候，圆圈就收紧；他想按下暂停的时候，全世界都得跟着停下来。这种对局势主导权的判断，竟然和许多严肃的地缘政治分析不谋而合。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在很多人的直觉里，战争的爆发与否取决于很多外部的因素，取决于别的国家愿不愿意介入，取决于这座岛自己能不能守住。可捷可夫斯基的意向却在提醒我们，也许这一切的钥匙从一开始就握在那一方的手里。要不要收紧圆圈，什么时候收紧，收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又松开，全都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种精密的算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这座岛上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功课或许不是去猜测那个确切的日子，而是去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那一只手选择收紧，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那一只手选择松开。看懂了这一层，我们才不至于在漫天的预言里彻底迷失了方向。我们不妨把时间的坐标再往外放大一些，看看捷可夫斯基的意向究竟是落在一个什么样的真实背景之上。这几年，关于那座岛屿的命运，早就已经不是一个通灵者在孤零零地说。西方的军事将领白纸黑字地写下过对冲突年份的判断，无数的智库用一场又一场的兵棋推演，反复计算着各种可能的结局。而2027年这个数字被一次又一次的郑重提起，因为那一年恰好是对岸军队一个重要的建军节点，也恰好是那位领导人一个任期的节点。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年份前后，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到放大镜底下细看。捷可夫斯基把战火的火苗点在2026年，把暂停键按在2029年，恰好就把那个最敏感的2027年稳稳地包在了中间。这又是巧合吗？当一个欧洲通灵者的时间表和最顶尖的军事沙盘如此严丝合缝，我们还能轻松地一笑置之吗？而在那位东方领导人的口中，统一这座岛从来就是一件被反复提起，被称为必然的大事。在他一次又一次的公开讲话里，这几乎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志。与此同时，那个东方大国自己也并非全无隐忧，经济的增长不再像从前那样一路高歌，内部的种种压力也在暗处悄悄累积。有一种声音认为，恰恰是这种内部的压力，反而可能让外部的冒险变得更有诱惑力。当一个庞大的机器在内部遇到了难以化解的难题，把民众的目光引向一个外部的目标，把内部的矛盾转化为一种共同对外的情绪，这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剧本。捷可夫斯基那个越收越紧的圆圈，会不会正是这样一种内外交织的复杂压力，最终在海面上投下的影子？而在这一整盘棋局里，还有一个谁也绕不开的角色，那就是海洋另一端那个超级强权。这座岛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旦那个圆圈真的收紧，那个远方的强权究竟会不会出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手，又愿意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有人说他一定会来，因为这座岛对他太过重要，也有人说他未必会来，或者来的没有那么坚决，因为介入一场如此规模的冲突，代价实在太过沉重。这一种深不见底的不确定，恰恰是这一片海域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冒险，都建立在对这一个问题的猜测之上。而捷可夫斯基的意向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只看见了那个收紧的圆圈，却没有看清圆圈之外那一双犹豫的手最终会不会伸过来。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这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变得如此的浓烈？其实这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单独造成的，而是无数个因素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恰好交织在了一起。是那个东方大国
在经济与内政上累积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是那位领导人的任期正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周边的国家因为种种的表态让气氛变得越发紧绷，是远方的强权正被别处的战火牵扯着宝贵的精力。所有这些线索像是无数条溪流，在2026年这个当口汇聚成了一股汹涌的暗潮。捷可夫斯基或许无法向我们解释这些复杂的因果，但他那个关于2月、关于圆圈的意象却恰好落在了这一股暗潮最湍急的地方。这究竟是通灵者的直觉，还是时代的巧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恐怕都会有一把自己的尺。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问自己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欧洲人的意象会和地球另一端这座岛屿的命运缠绕得如此之深？为什么一个靠帮警察找人起家的通灵者说出来的画面会和最顶尖的战略沙盘重叠得如此精准？有一种解释是，这一切纯属巧合。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无数人在做着无数的预言，总会有那么几个会碰巧和现实对上。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在杂乱的讯息里寻找规律，找到了就惊呼神准，找不到的早就被我们自动地忽略掉了。这种解释冷静理性，也很可能就是真相的全部。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一种让我们在深夜里不太敢去细想的解释，那就是也许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个世界的走向早已被写下了某一种剧本，而某些特殊的人，某些像捷可夫斯基这样的人，只是恰好拥有了一双能够提前偷看几页剧本的眼睛。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此刻所经历的一切紧张与不安，那座岛屿上空盘旋的阴影，就不是偶然，而是某种早已注定的必然。哪一种解释更让你心安？哪一种又更让你害怕？这恐怕永远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悬而未决，才让这一类预言拥有了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让我们再回到捷可夫斯基本人身上，很多人都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看见这些画面的。根据他自己的描述，那并不是一部清晰流畅的电影，更多的时候是一些破碎的画面，一些强烈的情绪，一些他自己也未必完全能理解的符号，像潮水一样涌进他的脑海。他看见一个圆圈，却未必知道那个圆圈叫做封锁。他感觉到2月的寒冷与肃杀，却未必能说清那背后具体的军事部署。他就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接收到了来自远方的讯号，却要用自己有限的词汇，努力地把那些杂讯翻译成人们能听懂的话。这也正是所有预言最吊诡的地方，他们往往在事情发生之前，模糊的让人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却又在事情发生之后，清晰的让人毛骨悚然。我们永远是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才惊觉原来一切早有预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不该把预言当成一份精确的行动指南，它更像是一种氛围的预报，一种情绪的警讯。它告诉你远方有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却没有办法告诉你那场风暴会在哪一分哪一秒落在哪一条街的哪一个屋檐。如果我们把一个模糊的意象硬生生解读成一份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刻表，然后据此去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那我们就把预言的性质彻底搞错了。捷可夫斯基能看见那个圆圈已经足够让人震撼，但那个圆圈究竟会不会真的闭合？什么时候闭合？这其中还有太多连他自己都无法把握的变数。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预言，我们这些活在当下，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是该立刻收拾行囊赶紧逃离，还是该闭上眼睛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我想这两种都不是最好的答案，恐慌无济于事。因为如果真的有那样一个圆圈在慢慢收紧，慌乱只会让我们更早地失去判断，而完全的漠视也同样危险，因为它会让我们在真正的变化来临时措手不及。真正成熟的态度也许是既不轻信也不轻忽。我们把预言当成一面镜子，一个提醒我们去关注那些真实存在的风险，去思考万一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手里究竟还握着哪些选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积蓄，我们的退路，是不是都已经做过了最坏的打算？
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清醒，一种对自己也对家人负责的清醒。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遥远的波兰男人如此地在意？为什么一则关于圆圈的意象能让这么多人辗转难眠？我想，那是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份对未知的深深恐惧。我们害怕失去，害怕变故，害怕那些我们拼尽全力守护的一切，会在某一个猝不及防的清晨轰然崩塌。而预言恰好给了我们一种虚幻的掌控感，仿佛只要提前知道了那个日期，我们就能做点什么，就能逃过那一劫。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一种对确定性的执着本身也是一种枷锁。真正的从容或许并不是来自于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是来自于一种笃定，一种无论明天发生什么，我都有勇气去面对的笃定。这一份笃定才是任何预言、任何意象都无法给予也无法夺走的。我们也常常在想，做这样一档节目，把这些沉重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地摊开来讲，意义究竟在哪里？后来我们渐渐明白了，我们想做的从来就不是散播恐惧，也不是叫卖焦虑，我们想做的是陪着各位在这个资讯纷杂、人心惶惶的时代，一起用一种既不回避也不盲从的态度，去凝视那些笼罩在我们头顶的阴影，凝视它，理解它，然后放下对它过度的恐惧，转过身，把更多的温柔与力气留给我们眼前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和事。这才是我们每一次坐在镜头前娓娓道来的最深的初衷。我们也要格外警惕另外一种声音，每当这一类预言流传开来，总会有人趁机贩卖焦虑，把恐惧变成生意，怂恿大家去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他们会告诉你，快把房子卖了，快把钱换成某种东西，快听他的话，做这做那，仿佛只有跟着他走，才能在那个圆圈里活下来。可各位一定要记得，真正关心这片土地的人，从来不会用恐吓去让你乱了方寸。他们会告诉你，看清风险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阴影里。捷可夫斯基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描述异象并不是为了吓唬谁，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有所准备。准备这两个字才是所有预言真正的价值所在。它不是要来夺走我们的希望，而是要我们在希望之外，也为自己留下一分清醒，一分余地，让我们把视野再往上拉高一层。捷可夫斯基所描绘的那个圆圈，其实不只是一座岛屿的命运，它更像是这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旧秩序不断崩解，新秩序却尚未成型的年代。东欧的战火还在燃烧，中东的浓烟尚未散去，而东亚的这一片海域又悬着一柄看不见的利剑。大国之间的每一次试探，每一次角力，都牵动着我们这些小人物的日常。我们或许无力去改变那张大棋盘上的走向，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是被恐惧牵着鼻子走，还是在认清了现实之后，依然努力地把眼前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好？这种选择的自由，才是任何预言都夺不走的东西。有人问，既然捷可夫斯基连2月28日都能说中，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是不是就该全盘相信他后面说的每一句话？这里我必须再一次提醒各位，说中一次，并不代表永远说中。在命理与意象的世界里，最危险的恰恰就是那种因为一次灵验就把一个人捧上神坛，从此对他言听计从的心态。捷可夫斯基自己都会出错，都会前后矛盾，我们又怎么能够把自己人生的方向盘完全交到一个远方陌生人的意象手里？听可以，信要慎重，而行动更要建立在对真实世界的判断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一个预言的盲从之上。真正的智慧是把别人的话当成参考，却始终让自己的脑子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温度。那个圆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其实也未必只有绝望。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最黑暗的预言往往也蕴藏着一种奇特的力量，那就是警醒。多少次正是因为人们提前预见了危险，才拼尽全力去避免它，最后让那个可怕的预言变成了一张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成真的末日预言和一个落空的末日预言，哪一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期待的？答案再明显不过。如果捷可夫斯基的意象能让更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和平的可贵，开始珍惜此刻还能安稳度过的每一天，开始为最坏的情况默默做好准备，那么即使这个预言最终落空了，他也算是完成了他最善良的使命。一个没有应验的末日预言永远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结局，我们宁愿他这一次错得彻彻底底。我们还必须明白一件事，那个圆圈一旦真的收紧，痛的绝不只是这一座岛，这一片小小的海域牵动的是整个世界的神经。这座岛上生产的那些小小的晶片早已渗透进了地球上每一个角落。你手里的手机，你开的车，你家里的电器，医院里的仪器，工厂里的机器，它们的背后几乎都有它的影子。一旦这里的供应被切断，全球的科技产业会在瞬间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物价会飞涨，工厂会停摆，无数人的生计会受到牵连。所以说，这座岛的安危从来就不只是他一家的事，而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一件大事。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圆圈能不能收紧，其实也牵扯着这个世界上太多方的利益与角力。而这种盘根错节的牵制，反过来竟也成了维系这一片海域脆弱和平的一种微妙而重要的平衡。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个很现实的隐忧，那就是当战争的预言一年又一年的被人反复提起，说了这么多次，却始终没有真正降临的时候，人们心里那一根紧绷的弦反而会慢慢的松懈下来。这就是那个古老的狼来了的故事，喊得多了，听的人便不再当真。可最危险的恰恰就是这一种麻木，因为真正的危机往往就是在所有人都以为它不会来的时候，悄无声息的降临。所以捷可夫斯基这一类的预言，它真正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那个具体的日期到底准不准，而在于它像一记警钟，时不时的敲响，提醒那些已经习惯了太平日子的我们，千万不要在温柔的安逸里彻底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活在无尽的不确定之中。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意外和明天究竟哪一个会先来。从这个角度看，捷可夫斯基口中那个关于岛屿的圆圈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那些无法预知的风险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智慧从来就不是去妄想消除所有的不确定，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真正的智慧是学会与不确定和平共处，是在明知道明天充满变数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今天过好。这或许才是所有预言最想要教会我们的一课。我知道听到这里，一定还有不少理性的朋友心里是充满怀疑的。你们会想，这不过就是又一个哗众取宠的预言，又一次贩卖焦虑的表演罢了。我想说，你们的这一份怀疑非常宝贵，请一定要好好守住它。在这个资讯爆炸、真假难辨的时代，保有一份清醒的怀疑，比轻易的相信要珍贵太多。我们做这一期的内容，从头到尾都不是要你们去相信什么，我们只是把一个现象，一个引发了无数人讨论的预言摊开在你们的面前，连同它背后那些真实存在的地缘局势一起呈现出来。信还是不信，判断的权利永远都牢牢地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这才是我们最想要守护的东西。最后，我还想说一点题外话，这座被预言反复提及的岛屿其实有着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韧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历过无数的风雨，走过无数的坎坷，却始终保有一种乐观而坚韧的生命力。回望历史，多少一度被认为在劫难逃的危机，最后都因为人们的智慧、勇气和那么一点点的运气，最终化险为夷。预言描绘的是一种可能，却绝不是唯一的结局。只要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愿意珍惜彼此，依然愿意为和平多尽一分心力，那么那个令人不安的圆圈就永远都有被打破的希望。命运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完全写死的，留一分余地给希望，其实也就是留一分余地给我们自己。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画面，
2025年的某一天，一个波兰男人在镜头前闭上了眼睛，说出2月28日，说出那个越收越紧的圆圈。1年之后，当这个日子真的到来，当那座岛屿上空的阴影真的变得越来越浓，我们坐在这里回望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我们无法断言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了未来，我们也无法保证他接下来说的每一句都会成真。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圆圈提醒了我们，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我们每天抱怨却又离不开的平凡生活，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也更加珍贵。也许捷可夫斯基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从来就不是那一场冲突具体会在哪一天爆发，他想告诉我们的是，趁着那个圆圈还没有完全闭合，趁着我们还拥有选择的自由，好好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好好的去过我们眼前的每一天。因为在这个谁也无法预知明天的世界里，能够平平安安的和家人吃上一顿热饭，能够在夜里安安稳稳的睡去，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我们用心去守护的莫大的幸运。我们常常以为这些平凡的幸福理所当然，可预言就像一记警钟，敲醒我们，原来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天经地义。